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微尘有声书系列。我们今天来谈一个跟紫微有关系的，就是九龙壁与紫微现身啊。各位可知道台湾呢有一个九龙壁吗？五爪金龙的9条金龙啊，这是在我们台湾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出现了9条金龙现身的情景。当然这个九龙壁呢，也许在许许多多的地方也有人在建可是以9条金龙的方式五爪金龙方式展现呢，是少之又少那今天为什么谈九龙壁跟紫微现身有关系呢？事实上大家呢在民间呢传说中呢都一直在找所谓东方圣人。事实上各位如果看推背图，东方圣人是有2个一个是坐在椅子上的，这是弥勒祖师，弥勒圣人另外一个是站在他的前面的，那就是他的弟子是为紫微星紫微星明。那这样的一个告示呢，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天机呢？这个天机就是古圣先贤预言中的弥勒圣人已经来了，而且还有一个紫微星紫微圣人也来了紫微大帝了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呢，事实上也都是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人类的寿命只有100年左右，所以许多靠一些传说跟一些留下来的记录那古老的这些古圣先贤的预言呢，事实上都是给我们今天的人类最后的警醒。人类现在的乱世，接下来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系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止人类现在的乱象到最后全部毁灭掉。各位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人类的历史到后面一定要全部销毁掉。过去曾经有过的人类文明，不管多高，最后终必全部被销毁。所以我们曾经在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异色9日》人类史前星战之异色9日，还有这个后启示录时代之万王之王，我们都有把人类的文明史2亿年列在那边各位如果想真正了解人类的文明史，赶快去找到这2本书，那里面就有叫 N 次的人类文明从原始人开始。N 次就是表示已经数不尽的人类的文明是原始人开始就是一切所有文明的功绩全部都没有了但是呢，每一茬的人类呢，几千年下来文明可能它的科技也好文明程度呢，有时候胜过外星人所以像亚特兰提斯呢是一个文明，可是还是要被毁掉各位知道，人类现在走到今天，地球已经到最后了。上一颗地球被毁掉，
也是走到最后1亿年的时间。现在人类各位看到，不只是这一茬人类的文明已经走到末节了，就是要毁掉了。事实上，几次的毁掉的动作都被一个圣人给挡住了，就是今天讲推背图中坐在椅子上的这位创世主弥勒圣人哈。那各位呢，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九龙壁啦，紫薇跟九龙壁，主要是告诉大家，推背图44象中的站在他师父的前面的这位的所谓的紫微星呢，事实上已经在台湾哈，他确实出生在台湾。这个历史呢，都是怎么讲，早就被安排好的。所以华藏金刚上师呢，曾经对他的弟子讲，推背图中40象这个年轻人已出生在台湾了。这是未来的世界宗教领袖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自媒体也好，包含一些修炼人做的自媒体，其实都没有办法像我们微尘做的视频这样真实，而且真相就在微尘创世大团队我们微尘系统的视频中还有我们的书里面。我们书都是一些高层次的修炼人宿命中打开以后写下来的书，所以让各位见证到真实的历史发生的天机我们讲到了这个刘본有讲这个末后时期天上天下诸佛诸主不易经现之路，消了果位，末后落红81劫。很可惜的，人类到今天为止所谓的西元2024年的今天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何来，要去哪里所以不明自信，修法无益，就是其实人类的生活其实是在混日子其实混日子，人类的乱世呢，到最后还是要被销毁掉。但这其中呢，创世时传了宇宙的根本大法，也挡住了整个人类毁灭的那些灾难那些劫难。可是在人间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天机非常的冤枉了。圣人为人类陈述到不可思议，可是人类却迷而不醒，冥顽不明非常顽固的继续游戏他的人间混日子，混到不可思议，败坏到不可思议。人类的空间场被败坏到不可思议，这跟这些神的败坏都有关系只是创世主一再给机会，一再给这些神机会，也给这些披着人皮的生命机会，这些所谓的天火灵皇万主下界的这些众神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呢，也会越来越少因为微尘创团队已经红传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几年了，前面的在许多地方展开参加展览，做了许多的视频，印了许多的书，许多的 DM， 许多的卡片，一直在唤醒世人，然后世人这样这个冥顽不灵的迷失在三界里面所以人之间的劫难越来越严重，当然是要振醒这些世人3年的疫情世人一样冥顽不灵一样迷迷糊糊，一样的这样不知自己是什么样的生命，也不去探索，不去追寻答案。
这在神来讲，非常的令这些众生所这样震怒。尤其修炼人呢，得了宇宙根本大法的修炼人呢，被组织控制，迷失了自己，不敢挺身而出，弘传他师父传的宇宙根本大法，整个都被判了死刑。判了死刑，到后面还讲迷失到不可思议了，迷失到不可思议了，颠倒是非，颠倒是非啊，颠倒是非，跟随了组织，一毁大法于三界。创始在最后的终极考验中，终于这样做出最大的考验。很多的修炼人到最后真相大显的时候，大概1/3人会疯掉啊，会承受不住啊。1/3的人会这样，整个被这样被震昏在现场。1/3人赶快醒悟，赶快追的赶快跟上正法的脚步，创世主的正法脚步。当然，今天讲到紫薇跟九龙壁啊，主要是提醒大家，历史上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在常人的自媒体，一定是摸不着边际啊，只能东扯西扯啊，但也算是一件怎么讲，能够给大家一个看到古圣先贤预言的机会。也算是做了好事啊，但是他们是没有真正答案。所有人类的真正答案，在微尘创造团队这里，微尘国际文创所出版的书里面，微尘系统的视频里面，微尘国际呢，主要是弘传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弥勒古佛在人间弘传的宇宙根本法，未来是万教归宗的法。现在人类的所有宗教，今天各位看到创世大法以外的所有宗教，通通是要被整个清理掉的。未来所有世人呢，突破宗教的框框，全部讲皈依这部法，叫创世大法。这个华藏金刚上师也看到了未来人类逐世皈依这个新的一个门教，就是这个创世大法。所以现在人类的各宗教实际上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只剩下表面的皮而已。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乱才会乱成这个地步。创世主曾经举列世界12，这个非常糟糕的现象，人类还不警醒，大劫难、大灾难一定会当头棒喝。3年的疫情还唤不醒世人的话，更激烈的灾难一定会再来一次，因为要破壳要打破这个世人的迷失的壳，披着人皮，被人之间的迷惑的壳，被宗教迷惑的壳，被假科学迷惑的壳，必须要震撼教育，全部的震撼再震撼。这个是神的安排，即将在2024九子离火印中实现出来，震撼人类的一系列的措施。微神创团队，我们就是弘法，把真相打开。碰不到微神创团队，那就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啊。接触到微神创团队，就有机缘这样，机缘得法，能够知道自己是谁，还能够正式化完成事业。当连机会碰都碰不到的时候，劫难来的时候，直接就这样消费掉了。宇宙在正法，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有多少人能够被宇宙正法中留下来，能够得法修回去，这都是未知数啊。
希望能够听到围城我们做的视频的这些朋友，你可要警醒，赶快加入围城创团队，一起加入红船大华，创世大华，兑现自己的事业，不要在那边观望了以为没事，以为接触了就很好了，知道了很好了，无所作为，连6000多岁的这些修炼人都要出来忏悔，自己知道法而不作为。各位，先不管你来自多高，当你没办法参与红传这部法，只有一条路，死路一条。你有这个机缘却不掌握、不把握，那也是犯了罪啊。而一晨在这里讲的非常重，不要以为自己年纪、岁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你要知道要让一个人整个失去所有一切，易如反掌。神要不要做而已你依靠的一切，一日之间翻盘，你什么都会没有了。为了让各位警醒，神是会做这种动作的。各位不要小看什么是神双主神讲，一个神就可以安排全人类的事情。各位知道，各位要非常的警醒。我们还是披着人皮，我们苦口婆心来告诉大家真相。赶快参加，赶快参与围城创团队，你就进来，你就买书多了解买围城的书，买创世书的主要的经典，学习而挺身而出来。2024年是最后给大家的机会，再不出来，多大的劫难来，你是逃不掉的。不要再求神问卜了，问佛了，去庙里没有用的，你的宗教系统也没有用了。不管你是人类的所有宗教，最后万教归宗，万法归一一切万教的源头来了，各位还不知真相这是令人感叹的事也是危在旦夕的事希望大家能够警醒起来我知道能看到这个视频的人不多，你也要警醒的。能让你看的视频是神有意让你看到的，没有多少人，你看点击就知道了，就是这么几个人。各位要珍惜，你能够先看到围城的系统，你赶快加入围城创团队。你做一个修炼人，德华修炼人要全力放下生死，前面的红船这个一路根本大，因为时间也不多了。你不能全力的投入了，还在人间混日子，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所有神都在记录你的一举一动，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不要讲外星人也在监控着人类。宇宙的正法时间不多了，大家赶紧追上，跟上紫微传法所传的宇宙的根本大法，佛成大法。各位赶快的去买到微城创造团队所出的书你看了你就知道你到底是谁，未来要去哪里。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九龙必以紫微现身，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各位不用再去找了。外面所有自媒体没有一个能够讲真相，因为连创世主弥勒圣人来的事情都不知道，连自己的生命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你做的视频是什么样的视频？给大家参考是不错了，可是真正要让你能够得救了，就只有唯一城创造团队的视频。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缘，何妨破迷上青天。轮回转世